美俄舰队或将齐聚黑海，双方展开打捞竞赛。坠落的死神无人机究竟有多么重要？美俄在黑海是否会爆发热战冲突？3月14日，一架美军 MQ-9死神无人机坠落在黑海中，这一度引发美俄双方口水战。虽然美国公布了坠落前的视频画面，但双方依旧是各执一词，互相指责。按照美国的说法，是俄军的苏27不讲武德，骑到死神头上释放燃油，干扰并损坏了螺旋桨，最终导致无人机失去动力坠海。俄军则两手一摊，表示老子的飞机尿急了也不行，撒泡尿而已，别说用武器了，连碰都没碰到你。是你的无人机没见过世面，身子一哆嗦，大幅度激动，才导致失控坠海的。美国国防部官网上对此事件引用了美军欧洲空军司令詹姆斯·赫克的说法：俄军的行为鲁莽、危害环境且不专业。讲到这里，虽然火力军经常嘲讽俄罗斯，但我认为这次俄罗斯不但不鲁莽，同时也挺专业的。狗仔队都快把长枪大炮塞进车里了，暴脾气的俄国保镖没有选择动手，而是一泡尿就解决了照相机，这使得记者朋友们只能拿随地小便破坏环境来指责。俄罗斯国防部甚至为参与该事件的俄罗斯飞行员颁发了国家奖。而俄罗斯海军这边也没闲着，根据已知的消息，俄罗斯黑海舰队已出动至少8艘各类舰艇，在 MQ-9 无人机坠海位置附近展开作业。这其中6艘俄舰互相较为靠近，应该是在探测并确定无人机的海底方位，另有2艘位于稍远的地方，很可能是在执行警戒护卫任务，一副是要把无人机残骸打捞出水的架势。这里俄罗斯强不强先不说，硬倒是挺硬的，不过事情的后续发展恐怕不能如俄罗斯的愿了。根据最新消息显示，美军的军舰也将进入黑海，准备与俄军展开打捞竞赛，从而避免无人机上的机密信息被泄露。那么坠落的这架 MQ-9 死神无人机对美国的意义有多大？为何美国冒着擦枪走火的风险也要前往黑海打捞？在俄乌战争爆发以后，黑海就成为美国和北约侦察机全天候24小时监控区域。在去年2月24日俄乌开战的数小时内，美军就紧急向希腊部署了8架 MQ-9 无人机，在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3国以及黑海地区执行侦察任务的美军和北约飞机，包括 E7 预警机、E3 望楼预警机、PA 反潜机、EP3E 电子侦察机、RC-12X 电子侦察机、RQ-4 全球鹰和 MQ-9 死神无人机等等。此次坠入黑海的 MQ-9 无人机被认为是美国最强大的多功能无人机，不仅能执行侦察任务，还能实施对地打击。每架价值约3200万美元，包含大量最先进的美国技术。自投产至今， MQ-9 死神已经执行过数千次的定点清除任务，其中最显赫的战果无疑是清除了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赫塔尔·曼苏尔以及伊朗2号人物苏莱曼尼。自2006年投入实战以来， MQ-9 死神一直都是美军首选的猎杀无人机。不过根据美军的统计，从2017年到2022年， MQ-9 无人机共坠毁了80架，除了5架被击落以外，无人机的各种设备故障是大部分坠毁原因。最近2年来记录在案的坠毁事件则有4起，分别是胡塞武装在也门上空击落1架，在利比亚上空被不明势力击落1架，还有1架是在罗马尼亚演习中坠毁。这次是第4架在黑海坠毁，也门和利比亚的2次是被直接击落，砸到地上摔了个粉碎。去年7月，罗马尼亚那次在演习中出事，撞到一处农田里，被北约打包带走，所以这3次不会造成太多的信息泄露。但这次坠落黑海就不一样了，坠落到海里和砸到地面上可是2码事，谁也不知道无人机还残留有多少完整的部件。如果被俄方打捞，无疑将成为意外的情报收获。MQ-9 死神作为美国的主力无人侦察机，无论是无人机技术本身，还是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期间获得的信息，对俄军来说都有很大的情报价值。美国军方虽然嘴上说采取了措施降低泄密的风险，无人机操作人员远程删除了敏感软件，降低了无人机坠入水中前秘密材料落入敌人手中的风险，但硬件却无法远程销毁。一旦俄方成功将其打捞回收，并破解了其中的各类技术机密，那美军的代价可就太大了。其首先要做的就是立即更换数据链和通讯加密系统，还包括相当一部分硬件。要知道，这可就不仅仅
仅是与一款无人机有关，而是与美国空军乃至全部6大军种均息息相关，其中的资金、人力和时间成本绝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另一个方面就是无人机技术的泄密了。2018年11月，伊朗曾俘获了一架 MQ-9， 随后伊朗的无人机技术就有了长足进步。在2021年2月，伊朗就展示了自研的最新型凯曼22察打一体无人机，其外形与 MQ-9 死神非常相似。而俄罗斯的无人机技术有多差，不用我介绍，大家都清楚。还要向伊朗购买大量的无人机。俄罗斯虽然研制成功了猎户座无人机，但性能远不及美国的 MQ-9 死神。如果俄罗斯能够获得 MQ-9 无人机的残骸，获得残骸上的机身材料、相对完整的接收器、发射器以及自主导航单元，对俄无人机未来发展无疑将有巨大的帮助。不过话虽这么说，但美国要怎么进入黑海呢？要知道，在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土耳其就立即宣布关闭了黑海通道，并禁止任何外国军用船只通过。在1年多的时间里，土耳其一直锁紧黑海海峡。在此期间，俄罗斯曾多次与土耳其交涉，想让俄军军舰通过该海峡，也都被土耳其政府断然拒绝。俄罗斯拿土耳其也没办法，因为这样的举措的确符合蒙特勒公约。按理说，连地头蛇俄军都过不去，远道而来的美军自然也是不用想了。不过现在有消息显示，土耳其方面已同意美军舰船驶向黑海。这可就热闹了。要知道，土耳其可是中东小霸王，之前就在芬兰加入北约上面卡了好久，为何现在又在海峡通行上面搞双标？火力军在这方面找了很多英文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因此土耳其对美国开绿灯的真实性目前还是存疑的。不过美军是真的想进入黑海，对坠机的 M9 进行打捞。这里我们撇开土耳其是否放行的真假，设想一下美军军舰进入黑海后会对美俄双方以及俄乌战争造成什么影响。开头先说结论，美军一旦能够成功进入黑海，即便没有找到残骸，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举措。换而言之，就是牺牲一架无人机来赢得进入黑海的正当理由。无人机坠落的海域距离克里米亚仅为100公里左右，这意味着美国舰船可以长时间在克里米亚附近驻留。毕竟打捞飞机，天知道能捞几天。按照美军去年在南海打捞 F-35C 的时间来算，从1月24日坠海到3月2日回收成功，共计耗时1个多月。这还是在美军派遣大量人员和船只的情况下。黑海可不像东亚地区美军舰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必然要花费更长的时间。首先侦察船侦察，然后打捞设备到位，然后军舰在周边部署，战机在上空盘旋。别忘了，俄罗斯还在坠海点建了个禁飞区，如果出现了美国舰船无法到预定海域的状态，那美军就更有借口长期停留了，甚至不排除借助周边国家的基地，在克里米亚俄军的脸前头展开长期持续的侦察和警戒。美国如果按这个剧本来走的话，就是一步妙棋。通过一架无人机坠落到黑海，美国将自己的军事存在安插于此，美国的海上介入能力明显提高，就像一步一步的切香肠战术，慢慢调动黑海周边国家，例如罗马尼亚、土耳其等国的情报和作战能力。如果借助此次无人机坠海事件，把之前相对松散的海上作战能力相互结合，借助打捞无人机形成一套作战体系，这样的价值要远大于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美军舰船进入黑海，俄罗斯会是什么反应？黑海舰队敢不敢打？首先，美军要进入黑海，肯定是以打捞无人机的名义进入，不可能像以往执行威慑和演习任务一样出动航母编队。负责该区域的是美国海军第6舰队，因此进入黑海的美军舰船配置很可能是从第6舰队抽调出1艘打捞船、1艘补给船，再加1至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以往这样的兵力也就能威慑一下小国，但对付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还不够塞牙缝的。但现在不同了，俄罗斯黑海舰队早就没了当年苏联红海军的风范。由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均处于不确定状态中，俄罗斯海军基本放弃了对黑海舰队的更新换代以及基础设施维护。在去年入侵乌克兰后，先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被乌军的海王星导弹击沉，随后更是有3艘登陆舰、1艘救援驳船和1艘扫雷舰以及5艘武装快艇被乌军用包括原点弹道导弹在内的多
多种武器击沉。目前黑海舰队能够作战的舰艇仅剩2艘1135型护卫舰、3艘11356M 型护卫舰、11艘导弹快艇，外加7艘基洛级潜艇。黑海舰队差不多快成老旧装备博物馆了。例如，现在俄罗斯出动打捞无人机的打捞船，竟然还是100多年前的老古董公社号潜艇支援舰。该舰诞生于沙皇俄国的1912年，先后隶属于沙皇俄国海军、苏维埃俄国海军、苏联红海军、俄罗斯海军，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堪称俄罗斯军中的4朝元老。由此可见，黑海舰队目前所剩的海上力量已经没办法完全控制黑海海域了，想跟美军舰船硬碰硬并全身而退基本不可能。不过虽然俄军不敢开火发生热冲突，但其他硬碰硬的方式还是有可能的，那就是直接冲撞。毕竟这种手段俄罗斯可是非常熟练了，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俄海军舰船冲撞美舰的场面，双方互不开火，引发不了更进一步的冲突。况且事发海域本身就离俄军老巢近，俄军舰船受损了，可以立刻回港口休整，而美军受损就只能靠土耳其等国的救援了。不过，美俄的这些举措都仅限于火力军的猜想，没有进一步的新闻放出来，谁也不知道针对这架坠海的无人机，双方究竟会如何进行下一步动作。那么，你们针对坠海事件有何猜想？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